乾隆皇帝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，为什么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呢？纵观乾隆皇帝的一生，其文治武功可以名列中国历代帝王之前茅，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皇帝了。他虽然日理万机，但是终生保持着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喜欢写诗。根据统计，乾隆皇帝一生大概写了4万多首诗。有一个乾隆写诗的笑话，说乾隆正在写诗，大臣们劝他说：“陛下，你不必这么辛苦地写诗啊。”结果这乾隆马上写了一首讽刺这位大臣劝他写诗的诗。宋代伟大诗人陆游一生写下了9000多首，诗人宋外号万诗翁。在公元1736年之前，这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被打破的记录。直到乾隆的出现，这个记录被打破了。江湖人送乾隆外号诗霸。乾隆一生作诗4万多首，而清初编纂的《全唐诗》一书收录的唐朝诗歌也不过4万2千多首，可见乾隆的诗歌产量之大呀。而且这些诗歌大多是作于乾隆登基之后，大约费时64年，共2万3千个日夜。如此算来，乾隆大概每天要写将近2首诗，这李白、杜甫等人也是望尘莫及。那么乾隆作诗的水平怎么样呢？文学家钱钟书老先生曾在《谈艺录》中评价乾隆的诗歌，说今高宗义以文为诗，语著拖沓，令人作。想来这也是4万多首诗歌少有流传的主要原因吧。乾隆虽然多产，但其诗之烂素被后人诟病。他写了这么多诗，却没有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写的太多，只有数量没有质量。我们先来看看哪种诗歌能够一直流传，那最起码得引起我们读者的共鸣吧，或者这首诗写得非常深奥，引起人们的思考，或者说这首诗将风景描写得活灵活现，让人们身临其境。只有这样的诗才可能一直流传。别的不说，历史上那些出名的大诗人，李白、白居易等人，他们一生肯定也写过无数的诗，可是流传下来的，并且至今人们依旧在学习的，也只不过是少数。除此之外，皇帝写的诗和普通人写的还不一样。皇帝写诗受到太多约束，他最多也就是写关于风景，或者鼓励大臣的。他的这些东西，普通人看了肯定不会有什么感觉，没有共鸣的。就比如说，有的诗人能写社会现实问题，可皇帝就不能写。可是现实类题材的诗，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啊。大唐诗歌之所以卓绝，之所以杰出，之所以风光无限，之所以洋洋大观，之所以无比丰富，那是遇到了一个稳定的、开放的、自由的、奔放的、融合的、意气洋洋的大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有最美丽的风景，有最天才绝伦的诗人，有最酣畅的性情，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时代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，乾隆自幼长在皇宫当中，他根本就不了解民间疾苦，经历相对匮乏，自然就写不出百姓喜欢的诗了。所以他的那些烂诗没有流传下来，也在情理之中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